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这个单元里头所介绍的一些观念跟分析。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就是rectangular waveguide 跟 cylindrical waveguide 之间的比较。那 rectangular waveguide 因为它的边界都是一个平面，所以呢，在横向上头的话，它的场这里、这里、这里都是一样的 amplitude，所以你看到一个 standing wave pattern 的话，它的 oscillation amplitude 基本上是uniform across the transverse direction。但是呢，当我们在处理这个 cylindrical waveguide 的时候呢，它的边界是圆形的，所以圆形的边界你可以预期就是这个场呢会朝着这个中线的地方集中，所以你可以预期在中间的地方它的场强会比较强一些。虽然它有时候会是建设性干涉，有时候会是破坏性干涉，但是呢大致上这里的场会比旁边的场要强，因为它能量集中到了这个中间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已经不能用平常我们所熟悉的 sin 或 cosine 的这个数学式子呢来描述这么一个场。所以我们介绍了一些这个新的 spatial function 出来。那总的来说，我们如果说有一个 cylindrical system 的话呢，那它可能是一个金属边界，可能是一个这个介电物质的边界等等。那它的波的形态呢有好几种，譬如说如果说你有一个波在这个圆柱的系统里头传输的话呢，那在这个横向上头就是会有这个 standing wave 的这个产生，但是在轴向上头的话呢，它的波会往前传播。那在外头的话，譬如说光纤的话呢，它是一个介电物质，波在里头传播，但是外头呢就是所谓的消散波，所以呢它的这个场呢就是沿着 r 的方向呢做一个指数递减。那如果是个天线的话呢，它会有这个波往外传播出去，那传得越远，它的场强越弱。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这个 traveling wave， 所以呢在圆柱系统里头，这个cylindrical radiation wave 也是解的其中的一个可能性。那在有些系统里头，就是有些这个物质里头呢，会产生表面波。那它的场强呢，是沿着这个外头跟里头呢都是指数递减，只有在表面呢有很强的这个场，那也会有所谓的这个表面波或者是这个消散波的解来描述这种物理状况。那所以呢，大致上我们在描述这个圆柱系统里头的波的解的时候呢，有几个形态。那第一个呢，我们介绍到所谓的 Bessel func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ind， 就是 J 跟 N， 这个 N 也叫做这个 Newman function， 它们是像这个弦波的类似弦波的这个解，也就是说，当你的 argument， 也就是 J 跟 N 的 argument 够大的话，它们基本上看起来就像 sin 跟 cosine 一样。那 Newman function 的状况也是一样，当这个它的 argument 越大的时候呢，它就越像这个弦波的状况。但是要特别留意，就是这个Newman function 呢，在这个x 等于0，也就是它 argument 等于0的地方呢，它是会变成负的无限大。所以呢，你如果要用这个解的时候，那这个解的区域呢，包括了这个 r 等于0的地方，要特别的留意。那但是呢，你如果要找一个圆柱系统里头的解，这个解呢是沿着r 的方向做一个这个辐射的话呢，那你必须用所谓的 Hankel functions。这个 Hankel functions 非常类似，就是在这个x y z 的坐标系里头，你有 sin 跟 cosine 的解，但是呢，你把这个 cosine 加减 j sin kz 的话，你就得到这个 complex exponential， 代表一个朝着 z 方向传播的一个波。同样的，你如果把这个Bessel function of the first kind 跟 second kind 呢，中间用一个 imaginary unit 把它给加起来的话，形成这个 Hankel function， 它也类似一个这个辐射波沿着 r 的方向的一个辐射波。所以呢，这个解可以适当的来描述一个圆柱系统里头向外辐射的一个波的一个解。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图形来描述这种状况。譬如说我一再强调，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天线，就像我手中拿的这个天线一样。
当你有电流在这个上头振动的时候呢，这个波可以往外的这个传播。那这个波的描述呢，就是用这个 Hankel function 来描述。那另外呢，就类似在 XYZ 这种坐标系统里头，你有这个消散波。同样的，在圆柱系统里头呢，这个消散波的描述呢是用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 来描述。它有 first kind 跟 second kind 在那个地方。你如果把这个 argument 把它拉大的话呢，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就是这个 I 跟 K 代表的就是指数增加或指数递减的一个场的这个值。那这个它的这个 exponent 呢是一个实数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你适当的挑这个 modified Bessel function 来当做你的解，但是呢要看边界条件给你的是什么一个状况。如果说你这个要解的范围呢包括 r 等于0的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留意这个 k 在 r 等于0的地方会这个 diverge 掉，会变得无限大，那你不能拿来用。那在结束之前，最后的2个小节呢，我们介绍了这个 TE 跟 TMO 在金属圆柱波导里头的这个解。那我们呢，譬如说第一个例子是 TMO，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 Z component electric field 开始，然后呢放进这个通解里头来，然后呢确认的它的通解的形式是这么一个形式。那这个 n 呢是在 phi 的方向上头的 mole number。那不要忘了什么叫做 mole number。当我们在介绍 XYZ 坐标轴里头的矩形波导的时候，我们说这个 mole number 基本上是在描述在譬如说 phi 的方向上头这个standing wave lobe 的这个个数。也就是说，如果说 n 是等于1的话，那代表这个在这个 phi 的方向上头呢，它的这个standing wave lobe 的这个 variation 呢会有一个节点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呢当你选定了 n 的值之后，你就可以来选定这个 Bessel function 这个底下的这个 n 的值，然后呢把这个边界条件在 r 等于 a 的地方边界条件放进来，确认这个 HMP 这个eigenvalue 的值。你一旦有了这个HMP 这个 eigenvalue 的值来自于这个 zero crossing， 就是 GN 的 zero crossing 的值的话，那你就可以开始计算你的 cutoff frequency， 用这个式子来算这个 cutoff frequency。那你找到最小的这个 h 的值，从这个 zero crossing 上头找到这个 h 最小的值的话，基本上你就找到你的 dominant mole 的 cutoff frequency。对于 TM 这个 0.1 mole 来讲的话呢，它的 cutoff frequency 呢是选这个XO1 等于 2.405 来做计算。因为这个是对于这个 Bessel function 这个式子里头呢，最小的 zero crossing 的这个值就是 2.405， 所以你就算出这个TM 的 dominant mole TMO1 这个 mole 的 cutoff frequency 呢是 2.405 除以2派 a 再除以根号 mu epsilon。那你可以把它简化成这么一个最后的值。我们算完了这个 TMO 的分析之后呢，我们继续介绍到 TEMO 的分析。这个分析非常类似我们之前用的这个TMO 的分析，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从 H component 的 Z field 开始做计算。但是呢，一旦你把这个 Z component 的 H field magnetic field 算出来之后，你还是要下去算，也就是这个 phi component 的 electric field。因为 phi component electric field 呢是在边界上头是它的切线方向头的这个电场，所以呢这个边界条件会要求 phi component 的 electric field 呢等于0。如果说你把这个 r 设定成 a， 也就是说在这个圆柱的这个表面上头的切线方向头的电场必须等于0。所以呢从这个边界条件上头，你就可以去算这个 eigenvalue h 的值。譬如说当我们把这个边界条件把它放进来之后呢，那你的这个 Jn prime of ha 会等于0。这代表说这个 ha 会是 J prime 的这个 zero crossing 的位置。所以呢这个
NP，也就是 TE_mod 的这个NP_mod 的 eigenvalue 乘上radius a 之后呢，会等于 x prime NP。这时候呢，你就到这个图上头来找就是这个图呢是 J0 J1 J2的图，然后呢找它这个微分的位置的这个slope 等于0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你有了这个 HNP 的值之后，那就可以去算它的 cutoff frequency， 把这个eigenvalue 的值除以2派除以根号 mu epsilon， 就是你的这个 cutoff frequency。那你的 H 值呢，已经从这个J prime 的 zero crossing 上头来决定出来的，所以你可以很顺利的算下去。那这个最小的这个 x prime NP 的值呢，是等于这个1.841就是这个点是 zero slope 的点，是 J1 的prime 的第一个 zero crossing 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把这个1.841放到这里头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TE11 的 cutoff frequency 的值了given by this expression。那这个是这个 TM 跟 TE_mod计算这个 cutoff frequency， 然后计算这个 eigenvalue 的一个标准的做法，那供大家参考。那这一章主要就是介绍这些cylindrical waveguide 相关的概念跟重点跟分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